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那边直接放了统帅新消息，这个是让我比较出乎意料的。我没有想到是官方先放出，而不是爆料者。跟我之前预期的一样，是有远程统帅，包括领袖统帅。不过这一次推出的远程统帅呢，也是2只，并不是1只而已。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新的统帅，并且官方有放一些关键词给我们去猜一下这些统帅到底是谁。那我们先看一下唯一一个领袖统帅。我看讨论区有人说这个统帅是来自菲律宾的拉布拉布。终于啊，这个游戏等了这么多年，有其他文明的统帅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就是他手上拿着的盾，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统帅的盾呢都不像他这样子有2个曲线。再来是手上的刀，那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刀柄位置是比较特别一点的，不过似乎万国觉醒里面的刀柄会比较大一点。不过我还有搜索到其他的绘制作品啊，其实比较接近万国觉醒出现的剪影。接着我们看技能，根据官方的描述，这个统帅呢是有 AOE 伤害的，驻防有 AOE， 这个算是蛮香的一个技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后面那句，中文翻译叫解除武器，不过换句话来说也算是沉默效果。这个效果是跟西德的技能差不多的，无法发动基础技能跟主动技能。这个技能其实是很强的，但是因为西德它只有1秒的时间就是很难触发的关系，就变成西德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新的驻防统帅好不好用就取决于它这个技能到底有多长时间。我个人觉得至少3秒起跳是最基本的，如果低于3秒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并且官方是有描述到它是有 AOE 范围的，我在想着它的 AOE 范围会不会打到那个目标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触发，因为根据西德的技能来看是要打到那个目标之后它才没有办法触发，所以之后就要看这个统帅是针对于当前目标而已，还是全部打到的目标都是会中招。不过这里我也是要提到一点啊，你们记得官方有讲过之后会出新的阵型吗？龟甲阵。既然官方都设计这个统帅的外貌这么明显了，就是拿着一个盾，而且官方给他的标语就是海岸石盾，所以我觉得这个统帅呢之后应该是要搭配新的阵型龟甲阵来使用。根据我的推测，新统帅出现的时间呢应该是在3月左右，国服那边可能会比较早一点点。等到统帅出现的时间，其实龟甲阵是已经出现了的，所以那个时期刚好可以搭配使用。再配合上目前拥有盾的统帅呢，就是菠萝头2个领袖统帅搭配又可以混兵，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统帅呢可能会很强，大家可以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就是远程统帅了，方阵之父。那根据他的标语可以搜索到的统帅就是这位，中文名字叫贡萨洛，是来自西班牙的统帅啊，终于有西班牙统帅了。其实现在万国觉醒只有1个西班牙统帅，就是佩拉约而已。在之前我讲过很多新的统帅，还有做一些猜测的时候，其实在评论区都有很多玩家就讲，为什么不要打算推出一个新的西班牙统帅？万国觉醒里面只有佩拉约1个西班牙统帅而已，所以这一次就真的来了西班牙统帅。这个是图片对比，那你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手上拿着卷轴，穿着大衣，头上戴着的类似是贝雷帽，并且根据维基百科描述，这个统帅呢是用军火的OK， 这个可能要打脸我了在前不久我做过一个影片，说未来会出现的新统帅是由玩家来投票的，那其中一个就是拿破仑，也是一样用军火的，所以也不是不可能说会出现在万国觉醒，因为现在有了远程的关系可能会出现。那不管怎样，我们回来讲这个统帅，我相信有很多玩家呢都是不在乎远程统帅怎么样啦，但是还是有少数玩家是喜欢玩远程的。这位统帅的天赋攻城通用进攻，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统帅是用远程重击伤害，他是打普攻的，所以这个是远程的新体系。我没有想到远程统帅也是用重击伤害，并且你们也看到另外一位远程统帅呢也是打重击的。不过这位统帅跟我第一位介绍的统帅是差不多的，他有接触武器的效果，我个人推测有很大可能可以针对到地鼠。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地鼠啊突然之间冒出来打你的部队，一般玩家可能不太了解远程甚至没有用过。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的远程是放好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当对方从城市冒出来又刚好是你的敌人，其实你的远程会自动去射击的，也就是说你的远程统帅释放技能的时间可能跟那个地鼠是差不多的。现在用作于地鼠的统帅大部分都变成流撤的，那流撤释放技能会比较快，因为它有额外普攻的关系。但又这么刚好新的远程统帅呢也是打重击伤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有额外普攻之类的技能，再加上它的解除武器效果，可能地鼠没有办法丢到技能。不过也当然的，如果你要用远程自动攻击地鼠的话，是必须要在狂热状态下才可以自动攻击，所以我个人其实还是蛮期待远程统帅出现能不能克制地鼠。
那也因为这个统帅是重击伤害的关系啊，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天赋是进攻而不是技能。不过通用天赋一般来说都不太好。那假设说这个统帅他那个解除武器的效果是主动技能才可以触发的话，这样就没有办法，可能要把它当做主将，放在副将可能来不及丢出技能，除非是说他这个技能是被动技能，那可能还有用。那当然除了打地鼠之外，对于打仗还是有用处的。因为像我前面所讲的，现在拥有这个技能的统帅呢，就只有西德还有刚刚介绍的驻防统帅，就没有其他统帅是有类似的效果。刚好玩家们是有打算要培养这个新的远程统帅，刚好又有这个技能的话，其实是锦上添花的。除非说刚刚介绍的驻防统帅也可以用于野战，那可能还有这个效果，否则的话就只能靠远程了。用西德也不太靠谱，只有1秒的时间而已。接下来这一位统帅，哇，我是真的替他们高兴啊，因为这个是第1位印尼统帅。那其实在前几个影片我有做过那个列表呢，他的名字其实是有在榜上的，虽然投票率并不是很高。那这位统帅根据他的关键词呢，就是 Gajah Mada， 各位可以从图片上做一下对比，那也是一样，手是拿着刀柄。他手上拿着的武器呢，相信你跟我一样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都已经很了解了，马来文叫 Keris Pamo。那各位也看到他的手上呢是有绑着类似像绳子的东西，然后也是穿着短裤。不过我感觉官方设计这位统帅是比较壮一点，那你们可以看到雕像呢是有微胖的。那如果是根据文明6的话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很胖的。天赋是工程、通用、防御，那其实防御天赋会比较响一点，会比较硬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是已经知道这2位新的统帅呢都是打重击伤害的，所以其实用进攻天赋会比较好一点。不过最后还是要看这2位统帅他们的主动技能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才能够决定到底哪一位要做主将。根据官方泄露的消息呢，这位统帅是终极远程统帅，还有包括治疗。现在的远程统帅也是有治疗效果，就是玛格丽特，所以这2个队伍最好是分开来放啦。不过玛格丽特的治疗效果比较低一点它的概率只有 10%。虽然新的远程统帅是使用重击伤害的，但是要搭配旧的远程统帅也不是说不可以。现在旧的统帅玛格丽特跟老虎有很多技能都是提升普攻伤害，还有所有伤害。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搭配使用的，只是可能有一些技能用不到吧，比方说玛格丽特的技能伤害提升，那个就没有办法吃到了。以上就是官方所爆料的3位新统帅消息。这一新的统帅什么时候推出呢？根据上一次的差距呢是相差70天了，一般来讲不会连续70天推出来，有很大可能是相差84天。也就是说国服很大可能在3月11日的时候就出现了新的统帅，然后国际服就要等到3月25日。但是真的是维持70天出现新的统帅的话，也就是说国服的玩家你们要做好准备的，有很大可能2月26号就会推出。因为这3位统帅呢并不是每个玩家都需要使用的，有些玩家甚至不玩远程，甚至没有用到驻防统帅，所以有可能官方会加快脚步，就会在相差70天的时间内推出新的统帅。我认为不太大可能会在4月推出毕竟官方现在都已经放了消息如果等到4月的话就有点太迟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新的统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